他家天花板上出現了一個詭異的洞，洞口會流出黃色液體，還經常傳來奇怪的聲音，洞的數量不斷增加，第二天就多出來好幾個，有大有小，形狀各異。用內窺鏡往洞裡一看，卻發現了一個更驚人的秘密。剛開始呢，他還以為是蟑螂，丈夫拿着殺蟲劑一陣猛噴，再仔細一看，才發現是個洞。天花板上怎麼會有洞呢？嚇得他趕緊去找物業。物業說，30年來從未聽說過這種事情，也沒有別的住戶反映過。物業表示他們管不了，主人現在很害怕，找來節目組。節目組猜測呢，可能是孩子拿玩具捅破的，但孩子說不是自己。現在誰還玩玩具啊？都是看手機。想想也是，就算用筷子也不能戳破天花板。隨後拿內窺鏡伸到裡面一看，竟然發現了一坨毛髮，還有很多牆紙碎片。主人還說，天花板經常傳來奇怪的聲音，有時咯吱咯吱的，有時呢又像玻璃球掉在了地上。難道天花板有什麼生物？主人聽到這裡，瞬間起了一身雞皮疙瘩，因為天花板沒有出口啊，所以這東西應該還在天花板上。節目組把攝像機對準天花板，準備等它再次打洞的時候抓現行，但一直過了3天都沒再出現新洞口，也沒再聽到奇怪的聲音。沒辦法了，必須要請專家了。專家在壁櫥裡也發現了一團毛髮，很明顯不是人的頭髮，還發現了一坨便便。專家仔細觀察後說，這東西啊應該就是老鼠，但他們住在7樓，天花板怎麼可能會有老鼠呢？專家說一定是通過一些縫隙鑽進去的，進去之後呢就被困住了，不知道怎麼出來，所以才會打洞。至於最近呢都沒有什麼動靜，專家認為老鼠已經逃走了。那它到底是怎麼鑽進天花板的？專家拆掉通風管道後，發現管道附近有個明顯的裂縫，老鼠就是通過這個縫隙鑽進來的，最後也是通過縫隙逃走的。為了防止老鼠再次進來，他們堵住了通風管道的縫隙，重新貼上了新的壁紙，一切恢復了正常。然而下面這個房子又出現了新問題。在海邊一座孤零零的房子裡，每天都會傳來呲啦呲啦的聲音。房子外面還有個神秘的圖騰，看着非常詭異。有人說房子裡住着海王，聲音是他磨三叉戟時發出的。工作人員才不信，壯着膽子上前查看，發現大門竟然是開着的。不怕死的工作人員走了進去，裡面一片漆黑，突然燈就亮了。映入眼簾的就是用膠帶鋪成的地板，用了2種顏色的膠帶交叉覆蓋，形成了特殊的花紋。抬頭一看更誇張，房子的牆壁全部貼上了綠色膠帶。不僅如此，臥室也完全用膠帶覆蓋。這時主人出現了，不是海王，而是一位老奶奶。奶奶說這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自己喜歡這樣的裝修風格，足足用了4年才全部完成。那外面的圖腾代表着什麼？奶奶說圖騰沒什麼特殊含義，是這個房子的裝修圖，自己就是按照圖騰來裝修房子的。但每隔一段時間，膠帶就會失去光澤，奶奶就會重新貼一遍新膠帶，不一會兒就用完了1卷膠帶，還說1周就要用掉300卷。打開櫥子，裡面存放了大量膠帶。她為什麼會有這種迷惑行為？原來40年前她的身體出現了問題，以至於不能出門。為了鍛鍊身體，才決定用膠帶裝飾房子，順便呢鍛鍊身體。沒想到現在身體越來越健康，所以就堅持每天貼膠帶了。但是要論迷惑行為，還得看下面這位大叔。這座公寓每到深夜就會叫，公寓的住戶苦不堪言。有人說聽起來像青蛙在叫，又像是什麼東西在樓梯上跳。節目組循聲來到一位住戶家裡，只見聲音越來越大，打開燈後讓人哭笑不得。原來是大叔磨牙的聲音，磨的那叫一個響。嘴角還不停抽搐，這簡直就是用生命在磨牙。大叔說自己磨牙已經20年了，牙都磨掉了半顆，以至於現在都无法咀嚼食物，只能喝湯。妻子因為受不了，跟他離了婚。看着自己磨牙的錄像，大叔表情凝重，說這是第一次看自己磨牙，沒想到磨得那麼深，磨得那麼認真。朋友們也幫他解決過磨牙問題，等他磨牙的時候，脫掉襪子塞他嘴裡，還會讓他叼着1雙筷子入睡，但都無濟於事，反而磨牙越來越嚴重。去過很多醫院，結果把同房間嗜睡症患者都整失眠了。大叔也覺得很不好意思，節目組再次帶他来到大醫院，醫生說從沒見過這麼嚴重的磨牙患者，牙神經都快暴露出來了。隨後檢測他磨牙時的各項身體機能，醫生發現在他睡覺時，舌頭滾動阻塞了呼吸道，所以他只能張嘴呼吸，這就是他磨牙的原因。對應的解決方案是做呼吸治療。經過醫生的努力，大叔終於改掉了磨牙的習慣。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這個大爺30年吃了40萬顆糖，這絕對是你見過最愛吃糖的大爺。只見他夾起一片泡菜，兩面都蘸上白糖，接着塞進了嘴裡，荷包蛋上也要來上滿滿1勺白糖，就連吃炸醬面他都要加入1包白糖，攪拌攪拌就開始享用美食了。這種神仙吃法震撼周圍人1整年。他見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這是他認為最熱情的方式。他嘴裡隨時隨地都含着糖果，一天就要吃60顆糖，口袋裡也裝滿了糖，除了睡覺基本上都在吃糖。又到飯點了，大爺打開糖罐子，把滿滿1勺白糖加在米飯裡，
裡做了個白糖拌飯，這個我覺得還是能接受的，我小時候就是這樣吃米飯的。然而接下來的操作就比較奇葩了，他夾起一片泡菜，蘸上一點白糖，接着就送進了嘴裡。這還沒完，荷包蛋上也要來上滿滿一勺白糖，這個我就接受不了了。飯後大爺還得來一杯糖水消消食，然後1勺、2勺、8勺，他一共加了9勺白糖，倒上一點點水，攪拌一下，一飲而盡。就這種喝法，他每天都要喝5杯，算下來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還有400塊糖果，這屬實已經在人體承受範圍之外了。這樣吃糖牙齒能受得了嗎？大爺輕蔑一笑，說開什麼玩笑，我沒有牙，我10年前就用上假牙了，反正不是自己的牙，想怎麼吃就怎麼吃，嘿嘿。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吃糖的？原來30年前他的身體出現了問題，不得不戒掉了菸酒，於是找到了糖果作為替代品。好消息是他的身體慢慢恢復了健康，壞消息是他得了不吃糖就难受的病。說起来也是搞笑，大爺雖然吃了大量的糖，但得糖尿病的却是他从不吃糖的妻子。大爺每天都會鍛鍊1小時，他認為自己的身體很好，但是他真的健康嗎？節目組帶他來到醫院，一番檢查過後，醫生說雖然你暫時沒有糖尿病，但是你有高血壓，還是建議趕快戒掉糖，這樣才能保持健康。最後大爺表示，為了健康自己會盡量少吃糖的。老爺子這種情況算比較好的了，下面這個男人就比較嚴重了。這個男人從出生就喝可樂，33年滴水未進。只見他打開一瓶1.5升的汽水，不到5秒鐘，瓶子就見了底。吃飯的時候，他先倒上了3碗不同顏色的汽水，這幾碗汽水就是他的主食，那一點點米飯只是他的配菜而已。吃一口米飯就要喝1碗汽水，他一天要喝3瓶1.5升的汽水，已經連續喝了33年，瓶子連起來都可以繞操場30多圈。隨之而來的就是不斷上升的體重。不僅如此，他的牙齒也被汽水腐蝕壞了，還得了關節炎。為此他不得不每天吃藥，一把藥物塞進嘴裡。接着就奇葩了，他竟然用汽水送服，他為什麼不喝水呢？他卻說聽到這種回答，節目組覺得很搞笑，怎麼可能呢？每個人都可以喝水啊。為了解答疑惑，他決定現場演示，一口礦泉水下肚，緊接着而且他頭上也滲出了汗珠，看起來好像是真的不能喝水。他說只要喝水肚子就會痛，真是奇了怪了。原來他小時候得過一場重病，做完手術後，母親給他準備了很多食物，但他自己什麼都吃不下，只能喝一點汽水。從那以後就開始喝汽水了。母親起初對兒子很心疼，於是放任他不停地喝汽水，沒想到最後卻沉迷於汽水，無法自拔了。接下來按照慣例，他被帶到醫院做檢查，首先確定的是他的牙齒都成了蛀牙，需要盡快治療。在經過各項檢查後，醫生說他現在的骨骼年齡已經相當於70多歲的老人了，而且他的關節問題更嚴重，有些關節已經粘在了一起。醫生建議他必須停止喝汽水。至於他為什麼喝水就會肚子疼，心理醫生認為可能是小時候的手術或者當時服用的藥物引起了一些副作用，但更多的還是心理作用。幾天後，節目組做了個回訪，發現他家裡已經看不到汽水的蹤跡了。他說自己已經把汽水都扔掉了，現在每天都吃蔬菜，用新鮮果汁代替了汽水，希望可以趕快恢復健康。仔細看，他家臥室的牆上居然會不停地出血，即使擦乾後還是會有紅色液體不停地滲出來，而且只有靠着床的這面牆會出現這種現象。把滲出部位打開後，可以看到紅色液體是從牆體內部滲出來的，內部還填充了保溫材料。主人說這種情況是2周前開始出現的，那天早上起來就發現牆壁出現一個硬幣大小的紅色斑點，他懷疑是身上的傷口印上去的，但是他根本就沒有受傷，這就很奇怪了。他也沒太在意，繼續上班。下班後他發現紅色斑點越來越多，用刀子把牆割開後，裡面就開始滲出紅色液體，這多少有點恐怖了，該不會裡面有什麼不乾淨的東西吧？隨後節目組在滲漏處貼上紙巾，用攝像機全程記錄，沒一會兒乾淨的紙巾上就出現了紅色液體，會不會有貓咪之類的卡在了裡面？但主人說應該不會，牆裡面沒有任何空間，牆體厚度也就10多公分，為了保暖，他們還填充了保溫泡沫。更蹊蹺的是，隨着紅色液體的出現，他父親的身體變得很差，自己也發生了一些怪事。為了搞清楚怎麼一回事，節目組找到了專業的裝修師傅，師傅也覺得很奇怪，從來沒見過這種情況，於是他決定上門一探究竟。一番檢查下來，師傅決定揭開牆紙，瞬間一大片紅色印記出現，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師傅看着紅色液體陷入沉思，經過漫長的等待後，他終於講話了。 벽에 코팅을 해주는 본드제 역할을 해주는 습기 차거나 시간이 오래될수록 색깔이 더 빨개져요. 至於牆壁裡為什麼會出現水分，是因為3個月前外牆被拆除了一層，無法阻擋冷空氣，導致牆壁凝結了很多水珠。至此真相大白，一切都是虛驚一場。好的。同樣遭遇靈異事件的還有下面這位大叔，他每次開車來到這個路口，後備箱就會不受控制的自動打開，就好像有什麼東西要上車一樣。這不，大哥拉着節目組剛來到這裡，後面突然就傳來聲音，後備箱又自動打開了。
了，即便手動關閉，它還是會當着大家的面自動打開，完全不給面子。但是除了這個路口以外，車子都是正常的，後備箱也不會自動打開，而且其他經過這個路口的車也沒有發生這種情況，只有大哥的車會這樣。即使在白天，只要經過這裡，後備箱就會無緣無故的打開。大哥懷疑這個路口之前出過事故，有一些髒東西看上了自己的車。大哥越說越害怕，於是和節目組約定白天再研究。第二天，工作人員直接鑽進了後備箱，拿着攝像機想要記錄一下後備箱是如何自動打開的。一切準備就位，大哥開着車就來到這個路口，錄像顯示後備箱在沒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又自動打開了，攝像小哥也沒有發現任何異常。那現在只能使用排除法了。開車來到路邊的汽修店，師傅仔細檢查了後備箱的機械鎖，也沒有發現任何問題。那會不會是這個車型的設計缺陷呢？節目組又找來了同款車型，開車來到這個路口，一切正常，後備箱沒有任何反應。没辦法，最後節目組找到了 4S 店，師傅對車輛檢查後發現，車輛之前安裝了後備箱遙控鎖，問題可能就出在遙控鎖上。師傅說，如果路口附近的設備頻率和你遙控鑰匙頻率一樣的話，等你開車經過，就會出現後備箱被打開的情況。現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附近具有相同頻率的設備，隨後發現相同頻率的信號就是從路口的商店傳出來的，而這個設備正是商店的感應門鈴。節目組拿着設備想要測試一下，結果卻並不能打開後備箱。原來只有相同的頻率也不行，還需要頻率的密碼和車輛遙控器密碼一樣才可以。也就是說，這個路口肯定存在一個頻率和密碼都和車輛遙控器一樣的設備，所以每次經過這裡，後備箱就會自動被打開。至此真相大白，大哥決定更換遙控器密碼，以後就可以安心的經過路口了。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他拿着一片白菜葉，對着洗潔精連按了3次，然後把擠出來的洗潔精小心翼翼地包在白菜葉裡，直接塞進了嘴裡。節目組的人都看呆了，但這只是他的開胃菜而已。隨後他又擠出來一勺洗潔精，他又要幹什麼？只見他把一勺洗潔精都加入魚湯裡，攪拌攪拌，那小味滋一下就上來了，直接開灶。這個吃完真的能吐泡泡啊！節目組想嘗試一下，然後就一杯可打进杯拉满死。所以他為什麼要吃洗潔精？奶奶說他不能吃肉之類的高脂肪食物，如果要吃的話，就必須先吃洗潔精，清潔一下油脂。我是服了，這都是什麼腦血栓想法啊？不過話說回來，吃洗潔精對他的身體真的沒傷害嗎？洗潔精廠家表示，如果誤食洗潔精的話，輕則住院，重則開席，連肖恩都救不了你。這時奶奶緩緩說出一個令人心酸的故事。奶奶年輕的時候工作繁忙，得了胃病，根本沒時間去醫院。偶然間她不小心吃下了洗潔精，沒想到啊，竟然緩解了胃部疼痛，於是就開始一直吃洗潔精了。接下來正常流程，他被節目組帶到醫院做檢查，經過一系列的檢查後，醫生表情凝重，由於長期吃洗潔精，他的腸胃功能已經受到了嚴重損傷，醫生建議必須停止吃洗潔精。奶奶聽後表情也凝重起來，那我以后還怎麼吃肉啊？醫生說可以通過藥物來緩解症狀。隨後奶奶從藥店買了藥，信誓旦旦的保證說以後不會再吃洗潔精了。2周後，節目組去奶奶家做回訪，想看看她身體恢復的怎麼樣。萬萬沒想到，奶奶真的恢復了吃洗潔精。沒辦法，節目組又給奶奶進行了一番科普，讓她用藥代替洗潔精。1個月後，節目組再次回訪，這次奶奶露出了笑容，說她現在已經習慣吃藥了，不再吃洗潔精了。為了慶祝奶奶戒掉洗潔精，節目組準備了一份炸雞，現在她可以放心的吃肉了。話說，這位奶奶年齡小，不懂事，亂吃也就算了，但是下面這位81歲的奶奶就過分了。
不仅不能幫助他，我們還發現眼藥膏引發了食道炎，所以必須停止吃眼藥膏。聽到這些後，老太太終於決定不會再吃眼藥膏了。要說吃眼藥膏比較奇葩的話，下面這個奶奶表示不服。70歲的奶奶打開一罐可樂，一口氣全部喝掉，然後滿意的打個嗝，這是她最享受的時刻。她說可樂是她的靈丹妙藥，生病的時候喝可樂，織毛衣的時候腰酸背痛喝可樂，唱歌唱累了也會喝可樂。採訪人員說，最近一直熬夜剪片子，感覺很累。奶奶卻說，那趕緊整一瓶可樂呀，困了累了喝可樂嘛。她家裡到處都塞滿了可樂，像這樣的罐裝可樂，她每天都要喝10罐。40年裡，她喝了15罐可樂，這相當於一個游泳池的量。她太愛喝可樂了，即使不吃飯也要喝可樂，喝完可樂橫掃飢餓，然後滿意的打上一個嗝。但是他也是有原則的，那就是只喝常溫可樂。他在被子裡摸索了一下，就掏出了一罐可樂，說自己喜歡打嗝，只有常溫可樂可以使自己打嗝。那麼她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喝可樂的？原來40年前，丈夫和2個孩子意外去世，這對她打擊很大。在那段痛苦的日子裡，是可樂給她的生活帶來了一絲安慰。喝了40年的可樂，那麼她身體狀況還好嗎？她被節目組帶到醫院進行全面檢查，醫生發現她患有嚴重的胃潰瘍，很多潰瘍面都是反覆發作。聽到診斷結果後，奶奶不禁擔憂起來。醫生說不用過分擔心，只要積極接受治療，戒掉可樂就會慢慢康復的。最後，她和節目組拉鈎保證，以後會慢慢戒掉可樂的。那就祝他早日康復吧。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你因為智齒疼得睡不着，來醫院才發現這顆智齒竟然是橫着長的，並且完全埋在了牙齦裡，外觀上根本看不出來，直到切開牙齦才知道這顆智齒有多可怕。不過不用擔心，現在就給你拔掉。醫生在你臉上蒙上塊布，只露出嘴巴，接着在智齒周圍不同部位打3次麻藥，稍微會有點刺痛感，但很快你就沒有任何感覺了。接着給周圍消消毒。根據智齒生長角度切開牙齦，因為麻藥已經生效，基本不會感到痛。如果這時你感覺疼痛難忍，一定要舉手示意。醫生用鑷子掀開牙齦，就看到了埋伏的智齒，但這僅僅是冰山一角，智齒大部分還鑲嵌在牙槽骨中。這時要用球鑽削一點牙槽骨，通俗點講，就是用電鑽鑽你的骨頭。這時你感覺不到疼痛，但能聽到電鑽聲，還能感受到電鑽的震動，整個頭都嗡嗡的。即使這樣，也不能直接把智齒拔出，醫生還要切開牙冠和牙根，把智齒一分為2，所以又需要用到鑽頭。現在看來，切開的牙冠部分還是無法直接取出，還得豎着再切一次。這樣就很輕鬆地把牙冠部分取出來了。現在只剩下牙根了，由於埋得太深，還要再削一點牙槽骨。現在用槓桿原理，一點點往外撬，很快牙根就被撬了出來。現在你的下巴可能很酸，再堅持一下，馬上就快結束了。由於創口比較大，最後需要給你縫合牙齦。就這樣打個漂亮的结，剪掉多餘線頭，就結束了戰鬥。為了讓牙齦盡快癒合，你需要咬住一塊紗布，保持2個小時，1周之後來拆線。期間不可以喝酒抽菸，避免激烈運動。拔掉智齒，你有沒有覺得輕鬆了很多？你因為不好好刷牙，年紀輕輕就壞掉一顆，為了能啃骨頭，即將要花2萬塊錢在嘴裡種一顆。整個種牙過程需要持續半年左右。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你的種牙血淚史。這個就是你的牙槽骨，這些大大小小的鑽頭都是用來在牙槽骨打孔的。剛開始鑽孔要選擇8毫米的小鑽頭，為了穿透堅硬的牙槽骨，醫生調高了鑽頭速度。一切準備就緒，鑽孔就開始了。現在要逐漸換成更粗的鑽頭，擴大孔洞。用粗鑽頭轉速一定要慢，否則會導致摩擦生熱，燒毀骨細胞。過程中鑽頭還會一直噴出生理鹽水，就是為了降溫。現在使用螺絲紋鑽頭，將孔的上端繼續拓寬，這是為了讓孔洞和種植體完美契合。
隨後醫生取來像螺絲一樣的種植體，開始種植的時候要盡量調低轉速，慢慢推進去，才不會使接觸面骨細胞損壞。接着還需要使用扭力扳手把種植體擰緊。現在要將愈合基台連接到種植體上。等縫合好牙齦，大概就是這個樣子。這時牙槽骨中的種植體會和周圍的骨細胞慢慢融合，這個過程叫做骨結合，最短需要2到3個月，最長6個月左右。經過了幾個月，牙槽骨和種植體已經充分結合，就可以把臨時愈合基台取下，然後安裝上永久愈合基台。現在需要安裝人工牙冠，人工牙冠中間的洞是為了以後修理種植牙的時候方便擰開裡面的螺絲，但現在要先用樹脂填充，接着用燈照射固化，到這裡你的牙就種好了，看起來和真牙一模一樣。現在就可以去啃骨頭了，一定要記得好好刷牙。用黄金來補牙是種怎樣的體驗？看到最後，我承認我羨慕了。等你躺平後，醫生先用金剛石鑽頭去除腐質，腐質也就是蛀牙上的黑色物質。為了將腐質去除乾淨，需要在幾處做好標記，沿着標記保持垂直，一點點去除。過程中可能會有一點酸脹感，不過是可以忍受的。去除蛀牙的洞稱為窩洞，現在要把窩洞內部打磨圓滑，方便後續安裝填充材料。接着吹乾窩洞內的水分，你這顆牙壞得很深，內部還有殘留的腐質。醫生換上小鑽頭繼續去除，腐質已經靠近了牙神經，過程中要盡量小心。再次吹乾牙齒內部，現在腐質已經清理完畢，接着就進入了修復環節，先塗抹上一層粘合劑。然後用燈持續照射，讓膠水迅速固化。隨後塞入樹脂材料，再次用紫外線燈照射。等樹脂固化後，還要用鑽頭輕輕打磨窩洞的邊緣部分，使其變得光滑，這樣才能使馬上要安裝的嵌體緊密貼合，不易脫落。接下來就要印模了，為牙齒量身定做黃金嵌體。先在窩洞裡填充印模材料，對材料吹氣，以便填充均勻。用力按压後，等印模材料变硬，就可以根据印模制作黄金嵌體。等嵌體制作完成後，醫生會再次塗上粘合劑，接着給你安裝金燦燦的黃金嵌體。把多餘的粘合劑擦乾淨，等它固化後，黃金嵌體就牢牢粘在了你的牙齒上，這樣你又可以啃骨頭了。好了，做完了，醒醒吧！你不小心磕掉了半顆門牙，說話一直漏風，天天被人嘲笑。你決定去做個修復，醫生也沒有讓你失望，最後的修復效果足以讓他們閉上臭嘴。不幸中的萬幸，磕掉的部位並沒有傷到牙根。如果非常嚴重的話，那就需要先做根管治療。但像你這種情況，直接進行光固化樹脂補牙即可。先在表面塗一層酸蝕劑，讓表面變得更加粗糙一些。沖洗吹乾後，塗上粘合劑，進行光照固化。接着醫生取來石膏模型，制作診斷蠟型，然後系統的補牙操作就開始了。大家记住，如果牙齒不小心磕斷了，第一時間保存好磕斷的部分，趕快去找牙醫進行修補，效果會更好。補完之後呢，醫生會用車針進行表面的打磨處理，最後再對牙齒進行拋光，牙齒表面就會變得更加光滑，看上去形態也比較美觀。最後取出排齦線，就大功告成了。不過以後不能啃太硬的東西，稍有不注意就有可能導致脫落。他考試交白卷，反而得到了校長的打鬥地主從來就沒贏過，無論跟誰打牌都被對方吊打，就連一旁的小學生都嘲笑他是個弱雞，他卻興奮得不得了，終於體驗到了失敗的快感。
奶奶吃飯前要先擠一勺洗潔精，接着放進魚湯裡，攪拌攪拌，直接喝了起來。記者聞了一下，滿滿的肥皂味，奶奶卻吃得非常香。這還沒完，喝完湯，奶奶又拿着一片白菜葉來到廚房，對着洗潔精連按了3次，小心翼翼把洗潔精包起來，直接塞進了嘴裡。大家非常不解，為啥要吃洗潔精呢？奶奶說自己不能吃肉之類的高脂肪食物，如果要吃的話，必須提前吃點洗潔精，讓它在胃裡中和一下油脂。不得不說，這想法非常腦血栓啊。飯後，奶奶給大家講了自己年輕時候的事，大家終於懂了奶奶為啥這麼做。奶奶說年輕的時候窮啊，工作又累又苦，得了胃病也沒錢去醫院。偶然的一次，不小心吃下了半瓶洗潔精，她覺得自己肯定活不了了，聽天由命吧。沒想到啊，這下不僅沒死，胃還不疼了，於是從那開始就一直吃。大家帶她來醫院檢查，醫生都覺得不可思議，胃裡竟然沒事，不過還是得戒掉洗潔精，如果胃痛的話可以吃藥緩解。奶奶也答應以後不會再吃。2週後，節目組做了個回訪，發現奶奶還在吃洗潔精，大家又給奶奶科普了一番，要相信科學。1個月後，節目組再次回訪，這次奶奶終於戒掉了洗潔精，只不過吃藥又吃上癮了，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這貓有個怪癖，連醫生都大為震驚，它1日3餐只吃泡菜，而且必須要夠辣，餓了就會對着冰箱一直叫，因為冰箱裡就有它夢寐以求的辣白菜。主人受不了了，從冰箱拿出了一片泡菜，小白聞了聞，幾口就吃完了，看起來一片泡菜根本不夠吃。主人又把泡菜和米飯拌在一起，給它做了個泡菜拌飯，但小白很挑剔，只吃了拌飯中的泡菜，1粒米飯都沒吃。主人說小白是流浪貓，剛撿回來的時候它什麼都不吃，直到拿出泡菜的一刻，它竟然兩眼發光，一直叫個不停，才知道這貓喜歡吃泡菜。我們都知道韓國人喜歡吃泡菜，難道韓國的貓也都喜歡吃泡菜嗎？隨後節目組做了個實驗，分別準備了4種食物。現在第一隻貓登場了，只見它來回聞了聞，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貓糧。第2隻貓聞了聞泡菜，看起來味道不錯呀，然後就選擇了旁邊的魚罐頭。接着一隻3個月大的貓咪上場了，它直接就奔向了貓糧。你看，連3個月大的貓咪都知道貓就應該吃貓糧嗎？最後到小白出場了，他都沒看一眼貓糧以及魚罐頭，對着泡菜就開始乾飯。主人覺得泡菜太辣，吃多了不好，於是把泡菜洗完再給小白吃，結果小白聞了一下連連後退。小白心想，洗過的泡菜能叫泡菜嗎？隨後竟離家出走了。等發現他的時候，他正在垃圾堆裡吃泡菜，吃得滿嘴通紅。小白為啥對泡菜這麼情有獨鍾呢？該不會有什麼毛病吧？主人帶他來到寵物醫院，醫生聽完也大為震驚。一番檢查下來，小白身體卻很健康，只能說他天賦異稟。不過呢，醫生還是建議要少吃泡菜。主人也很聽話，回家就給小白做了泡菜味的貓糧，把貓糧和泡菜混合在一起。沒想到啊，天生傲骨的小白竟然配合吃了起來。那就希望小白盡快戒掉泡菜，做個正經貓咪吧。這座老房子會不停地分泌黃色液體，流得滿地都是。大媽們看到卻異常興奮，像瘋了一樣蹲在地上，用年糕蘸着液體，吃得一臉享受，甚至有人趴在地上舔食。他們還會把液體收集起來，說這液體能包治百病。聽到此話，一旁的大叔也忍不住了，喝了一口後卻一臉嫌棄。神秘液體越流越多，甚至連屋外也開始流。現在主要的流淌線路是3條，屋內2條，屋外1條。液體已經對這座老房子形成了包圍之勢，讓大媽如此瘋狂的液體到底是什麼？節目組找來專家，用熱像儀一測，屋頂的溫度竟然高達43度，這就很反常了。接着來到屋頂一探究竟，可以看到密密麻麻液體流淌的痕跡，有些液體都凝固了，屋頂的木板都被浸透了，顏色也變得深沉，不知道液體是否具有腐蝕性。觀察了半天，發現所有液體都是從一個縫隙裡流出來的。專家壯着膽子把手伸到裡面去摳，卻摳到了一坨濕噠噠黏糊糊的東西，嚇得他趕緊爬了下來。下來仔細一看，這不就是蜂巢嗎？裡面都是滿滿的蜂蜜。看到這一情況，在場的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大媽表示，我說怎麼吃起來有點甜呢？但為什麼滿是蜂巢的屋子裡卻沒看見蜜蜂呢？專家表示，可能是由於最近大媽們在屋裡上課，環境非常嘈雜，久而久之蜂群不能安穩工作，最後不得已棄巢了。大媽們聽到這個消息都很傷感，這麼好吃的蜂蜜以後吃不到了可咋辦？大媽家出現了不應該出現的東西，就在她拔牙回家後，家裡就憑空出現了一包牙齒，參差不齊的，足足有20顆，其中還有好幾顆爛牙。牙齒是大媽整理櫥櫃時發現的，剛開始還以為是乾燥劑，仔細一看差點嚇死了，這牙比正常人類的牙齒小了很多，真的是人類牙齒嗎？牙醫看了一眼，說不僅是人類牙齒，而且還是小孩的乳牙。一個人一般就有20顆乳牙，而這一包恰巧就有20顆，從形狀上判斷，應該就是同一個人的，很明顯是專門收藏起來的。一聽說是乳牙，大爺很不理解，因為老兩口根本就沒有孩子，最近也沒人來過家裡，那為啥會出現在自己家呢？這會不會是某種詛咒呢？隨後記者在家裡發現了蹊蹺。10號這天，日曆上標注的行程是去看牙醫。大媽說那天確實去拔牙了，自己記性不好，就在日曆上做了標注。那會不會是她不小心從診所帶回來的呢？大媽卻一口否認，大家也不確定她有沒有健忘症。為了排除這種可能，接着來到牙醫診所，調出了監控，確實沒看到大媽拿走任何東西。那牙齒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
聊天中得知，這房子是他們租的，1年前才搬進來的，而且房東就有個孩子。大家瞬間醍醐灌頂，這牙齒8成就是房東孩子的。接着聯繫到了房東，一問才知道，這牙齒確實是他家小孩的，當時搬家忘記拿了，一切都是虛驚一場。她是吳亦凡最怕見到的女人，因為她最喜歡吃的就是牙籤。只見她一根根往嘴裡塞牙籤，打牌的時候就當成零食吃。到了吃飯的時候，她先擺上了3盒牙籤，一口米飯就着1根牙籤，吃得津津有味。你以為米飯是主食，其實牙籤才是她的主食。該說不說，這牙籤能好吃嗎？好吃，特別好吃，比柚子香。她每天都要吃3盒牙籤，一盒牙籤有500根，那麼一天就要吃掉1800根牙籤，這也太誇張了吧！丈夫也試圖阻止她，但她根本不聽。你說你的，我吃我的。現在大姐變得越來越離譜，這不吃着飯就把筷子給照了。大姐說筷子比牙籤大，吃着有嚼勁，口感也好。丈夫看不下去了，給大姐切了點水果，沒想到啊，大姐直接把水果放在了一邊，對着托盤口水直流，直接讓丈夫把托盤劈了給她吃。我感覺大姐就是被丈夫寵壞了，這玩意兒能吃嗎？這個時候絕對不能再慣着她了。靠，當我沒說。看來只要是木製品，大家都想嘗試一下。她邊吃邊發表看法，說托盤沒有牙籤好吃。那麼她是什麼時候愛上牙籤的呢？原來大姐之前患有嚴重的胃潰瘍，有一次當她意外吃掉牙籤時，她的病竟然好了。從那以後，只要胃疼就會吃牙籤，慢慢的就上癮了，寧可不吃飯也要吃牙籤。但是大姐的身體真的健康嗎？胃腸啊，什麼胃鏡啊都透了，沒有關係。沒有問題的，有問題我不讓他吃了。大姐無時無刻都在吃，就連床頭櫃上都放滿了她的零食，2盒牙籤，一堆一次性筷子，躺在床上吃，逛街也吃。她甚至連扇子都想嘗一嘗。節目組還貼心的給大姐帶來了一些木質碗筷，大姐也不客氣，拿起來直接開照。那味道如何呢？大姐說上面刷油漆了，不好吃。大姐又嘗了一下竹簾，也不喜歡。她說竹子有酸味。目前來說最喜歡的就是楊木做的牙籤。於是節目組又送給她好幾盒楊木牙籤。假如真的對身體沒有任何傷害的話，開心快樂最重要。不得不說大姐的牙口真好，但是要說牙口好，下面這個男人表示不服。他拿起酒杯嘎嘣一口，直接咬下一塊，接着嘎嘣嘎嘣的吃了起來。周圍人的玻璃碴子能好吃嗎？這個嚼一口非常香。節目組檢查了一下他。
斷了。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他吃冰淇淋要加辣椒醬，一口下去冰火兩重天，還說口感很像奧利給。咖啡裡也要加入半瓶辣椒醬，攪拌一下一飲而盡。他說餐廳的辣椒一點都不辣，會隨身帶着一瓶秘製辣椒醬。吃炸醬麵要先來上一勺免費辣椒，再加入自己秘製辣椒。好家伙，直接成了辣椒拌飯。旁邊大哥聞了一下就辣到咳嗽，吃完呢記得喝點水，水裡也要擠入辣椒醬。更奇葩的是，喝感冒藥也要加辣椒醬，還說這樣容易出汗，好得快。剩下的一點藥湯裡再加上米飯，這樣更有食慾了。感冒好了就要吃燒烤。喝啤酒那自然少不了辣椒醬，喝這麼一杯頂過去2杯。不僅如此啊，連他7歲的兒子都酷愛辣椒醬，米飯必須拌辣椒才能吃，連黃桃罐頭都要蘸辣椒。剛開始工作人員還以為是番茄醬，嘗了一口，厲害厲害，和他爸爸一樣，他喝水也只喝辣椒水。不僅是辣椒，各種各樣的芥末也是他的最愛，如果不給吃他就會哭。那他們真的健康嗎？經過檢查，醫生發現父親患有嚴重的胃潰瘍，兒子很幸運，暫時沒發現問題，但醫生還是建議少吃，畢竟正在長身體，要多吃有營養的東西。他天。大姐還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但是要說吃的奇葩，下面這個小伙表示不服，他一吃都迷惑行為大賞。富二代每天吃過期發霉的食物，竟然是為了減肥。看到他們之前的照片，我都驚呆了。放了半個月的米飯已經發霉編織成了一坨，這個時候吃呢，味道剛剛好，加點發酸的靈魂配菜，那小味一下就上來了。再來上幾勺發霉的番茄醬，增加口感。臭
臭豆腐汁也得来點，最後再加上過期的酸奶，使劲攪拌均匀，一份元素周期拌飯就做好了。那味道简直比下水道還誇張，怎麼說呢？劉墉都吃不下去，兩人卻吃得津津有味，邊吃呢還邊笑，說味道還差點。這還沒完，飯後水果更誇張，外皮發黑腐爛的香蕉成了首選，表皮已經滲出了粘稠的汁液，對他們來說這種成熟度剛剛好，說吃起來像巧克力。吃完香蕉呢還不過癮，接着拿出了發霉的橘子，還說女朋友最愛吃發霉的部分，說着就開始撒狗糧。據說兩人就是翻垃圾桶時認識的，工作人員對他們的食物和馬桶分別採樣檢測，結果他們吃的食物比馬桶還髒，細菌含量是馬桶的幾10倍，他們呢卻毫不在意。但節目組實在看不下去了，給他們準備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飯菜，他們聞了一下卻連連搖頭，鼓起勇氣嘗了嘗，直接跑出去吐了。他們說吃變質的食物主要是为了減肥，因為這樣更容易催吐。他就是用這種方法從200斤減到了現在的128斤，女朋友也從140斤減到了90斤，聽起來簡直匪夷所思。節目組帶他們來醫院，通過內窺鏡檢查後發現，他們都患有嚴重的胃潰瘍，如果繼續吃的話，很可能會發生癌變，甚至死亡。就算華佗在世也救不了你，用這種方式減肥是不可取的。減肥你可以跳一下《本草綱目》嘛。